大家好，我是小夏，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今天我想说的呢，是一个很出乎我意料的研究数据，那就是全美最贵、物价最高的州，竟然不是纽约州，也不是加州。你能猜到是哪里吗？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首先呢，我来说一说这个数据是什么啊？它叫 Regional Price Parity，RPP， 地区物价评价，是用来评估不同的州，包括不同的都市圈 Metropolitan Area 的物价水平。这个都市圈的概念呢，在国内就好比说是长江的三角洲一带，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还有珠江三角洲等等。那在美国呢，比较典型的就是纽约都市圈、华盛顿 DC 都市圈。那说回这个 RPP， 这个数据的意思就是以全国物价平均值为标准100，看每一个地区的指数是高于100还是低于100。就好比呢，你以全国平均物价买了一块100块钱的东西，在不同的地区呢，你到底要付多少钱？如果纽约的 RPP 是110，密西根的 RPP 是90，也就是说，同样一件东西，你在纽约要花110块钱，在密西根只需要花90块钱。所以了，数值越高，就代表了物价水平越高。第二，我来说说是什么引发我想到了这个话题。起因呢，其实是我组里有一个同事，他换组了，而且呢要搬到其他州了。他主要是因为家庭原因，不想再住在纽约了。那美国这边的大公司呢，一般都是全美有很多不同的分部和办公室。如果你有合适的职位，是可以申请换组的。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就和他聊天说，搬到其他州也好，税低一些，物价呢也低一些，生活更轻松。没想到呢，我这个同事告诉我，公司按照统一的薪酬规定给他降低了薪水。我听了以后就很惊讶，我说这是为什么呢？没想到他说，就是因为我说的这些什么税呀、物价呀、房租啊，所以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如果你的职位级别不变，原来你是 manager， 到了新的组你还是 manager 经理，没有升职，只是更换了工作地点，那就要根据两地的这个 RPP 指数来调整工资。那相应的，如果你从某个物价更低的地区调动到了纽约，那公司呢也会提高你的工资。那还用我们刚才说的例子吧，比如你在公司的密歇根办公室挣9万美金， RPP 是90，现在你调到了纽约，因为纽约的 RPP 是110，那公司给你的薪水就会从9万上调到11万。这个至少是我所在的公司的一个规定啊，因为公司会觉得你作为某一个级别，无论身处哪里，它都应该保证你能享受到的生活水平是一样的。后来我想了想呢，觉得好像也算合理吧，但是我就很好奇这个 RPP 到底能差多少，所以我就查了一下。听到这里，大家觉得我讲的怎么样呢？如果你觉得我讲的清晰有条理，希望你能给我点个赞。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关注我们，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更新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揭晓这个 RPP 物价指数的全美第一名。第一名竟然是夏威夷，Hawaii，你想到了吗？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只有旅游的时候才会去夏威夷啊，没有真的长期生活在那里。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旅游产业影响了夏威夷的物价，就好比其实海南的消费水平一点也不低一样。那我个人呢，并没有去过夏威夷，但是呢，我去过2次海南，所以这一点呢，我就先不过多评论了。欢迎了解夏威夷的朋友呢，给我们留言补充。那大家可能比较容易想到的就是物价高的地方啊，就是纽约和加州，一个算是美国的金融中心，一个算是科技中心。那这2个州呢，也是相应的排在第2和第4名，并不意外。DC 呢，居然排在加州的前面，第3名。虽然我没怎么想到它排这么前吧，不过就是 DC 这样一个大都市呢，物价确实也不低。那咱们如果看前10名的啊，新泽西算是纽约都市圈的一部分，马里兰、Virginia 都算是 DC 都市圈的一部分。这个之前的视频里也提到过 ，DMV 地区呢一般都是挨在一起讨论的。那麻省呢、康涅狄格还有 New Hampshire 这些呀，其实都不意外。这些地方我和老麦基本上都生活过至少2年以上。
基本上啊，美国东北部地区呢都属于物价偏高的地区，有钱人，尤其是 old money 老钱啊，这些家庭他比较多生活在美国东北部的地区。所以像我上次说生活费的那个视频啊，就有朋友说，哎，我住在哪儿，看你这个纽约的，好像物价也没这么高。其实这要看和哪里比了。如果大家看看其他州的 RPP 数值，就会发现，你要是从纽约搬到 DMV 或者搬到加州西雅图，其实都感受不到什么区别的。甚至有的时候啊，我在华盛顿 DC 这边去超市购物或者外出吃饭的时候，还有的东西感觉好像纽约更便宜。不过美国的东北部呢，也有物价没有那么高的州，比如宾夕法尼亚啊，RPP 指数呢居然就低于100。这让我想起来另外一件事情，我们有个朋友啊，他在宾州费城读 PhD， 生活了3-4年了。前一段呢来找我们玩了一次，他当时就说呢，觉得我们这边的麦当劳都比费城的麦当劳要贵。哎，这个我也是挺意外的，因为以前的印象里吧，纽约应该是美国东部最贵的地方，其他的州呢都应该相应比纽约便宜一些。这次查了才知道，其实也不尽然。那宾州作为东部的知名大州，物价呢居然就低于全美的平均值，那和 DC 或者纽约相比呢，就将近要便宜10%。那讲到这里呢，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吗？这么喜欢我的视频，看到这儿了，请在右下角点击我们的头像图标，就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啦。请大家支持我们，后面我还会具体讲一下我个人关于这个 RPP 物价指数的一些感受，请大家不要走开，继续看下去吧。那 RPP 指数最低的州呢，也就是全美最便宜的州吧，是像 Arkansas 阿肯色州。这个地方呢是沃尔玛的，就是沃尔玛的全球总部啊。沃尔玛在美国作为主打低价的超市，这个总部的选址呢，我觉得很合理。除此以外，基本上比较低物价的州呢，都集中在美国的中南部，像阿拉巴马、密西西比，这个都可以想象。最后我想说的一点是，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其实高物价、高收入的州很多都是有知名学府的地方，教育程度和教育水平和整个地区的发展真的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那我个人呢，其实还是非常相信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的。虽然有人可以拿什么比尔盖茨这些人都是辍学的很多的名人他们都不是高学历这些例证呢来反驳我，但仅代表我个人观点是很推崇高等教育，要上名校的。比如麻省呢就有哈佛、MIT、波士顿大学等等，纽约呢有哥大、纽约大学等等。常青藤联盟这个概念呢，也是从美国东北部的8所著名私立学校由来的，后来呢还衍生出了公立常青藤、西部常青藤等等。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以后我们也可以再说一说美国的大学及以上的高等教育相关的话题。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大家对于美国这个 RPP 物价水平的排名怎么看呢？希望大家留言、点赞、转发我们的视频。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吗？快点点击图标关注和订阅我们吧。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下期再见，拜拜。